近日，中国国产新型航母建造进度在整个网络上被媒体曝光，并引起了网友热议。不单单是国内网络关注此次航母建造进度，而邻国印度媒体也发表了对中国国产新型航母的看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近日，中国国产新型航母建造进度在整个网络上被媒体曝光，并引起了网友热议。不单单是国内网络关注此次航母建造进度，而邻国印度媒体也发表了对中国国产新型航母的看法。印度的军事专家帕斯萨坦近日发文，就在印度国内建造的首艘大型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下水，并且完成海试半个月后，通过中国航母的现阶段图片，让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航母发展取得了惊人成功，已经可以挑战美国海军实力。在另一方面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已经拥有了2艘现役的大型航空母舰，并且第3艘航空母舰的服役也已经为时不远了。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。中国海军第1艘航空母舰实际上是苏联时期在乌克兰建造的库兹涅佐夫级航母。苏联解体后，中国于2000年代从乌克兰手中购买，经过10余年改装后，此航母于2012年以辽宁号的名称进入解放军海军。第2艘就是山东舰，外界认为这是在辽宁号的基础上针对改进的航母，并且从以往的苏式航母的经验设计中吸取了不少的设计经验和教训。于2010年中期开始建造，2019年开始服役。这说明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航母的建造能力，而且这也代表中国在航母建造的速度、专业知识、专业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，这为中国建造后续新型航空母舰提供了坚实基础。第3个就是目前正在建造的航空母舰，它比它的前辈长10米，除去美国航母，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。更加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中国新型航母已经从传统的短距起飞滑跑的方式，一步飞跃到了电磁弹射系统。电磁弹射系统利用电磁感应电机产生的强大磁场来推动物体，它直接跳过了美国海军主力航母使用的蒸汽动力弹射辅助起飞系统。电磁弹射系统可以弹射更重的飞机，如运输机、预警机等，这样就不必依赖航程有限的直升机了。看起来，中国的这艘新型航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，下水可能是今年底服役，大概可能在2021至2024年间。那么，中国海军可能会在这2年发展第4艘航空母舰。专家认为，这型航空母舰很可能是核动力型号的，因为大型核动力航母占用空间，相比被常规大型燃气轮机的占据大部分的常规航母要宽敞许多。因此可以携带更多的舰载战斗机、弹药货物等，而且可以在海上进行长时间的不间断航行。航母的核反应堆还可以为电磁弹射系统提供充足的能量供应，甚至还可能为定向武器提供能量，以击落来袭的导弹、无人机、战机、军舰等其他用途。这样将更好地提升航母的反击自卫能力，以免受到敌方的火力打击，也能使护航的052、055等大型导弹舰减轻些负担。这些都是有可能的。强大的电磁弹射系统还可以发射更大更重的舰载预警机，如中国方面最新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，或是专门用于反潜、空中加油的同类型飞机。中国海军似乎有决心实现这些目标。虽然美国估计到2025年，中国可能拥有4艘航母，但是根据其他专家分析，中国海军可能拥有6艘航空母舰。届时仅次于美国的11至12艘航空母舰，而且届时中国海军的航空兵可能拥有3000多架飞机，可以大多数国家相媲美。国内的军事专家认为，新型国产航母的进度差不多也是进入尾声了，距离服役则是为时尚早，因为航母下水后还要进行一些列西装、试航等工作需要完成，因此我们可能还需要几年之后才能看到航母正式入列中国海军。不过，这位专家提出已经可以挑战美国海军实力，和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还有待商榷。中国海军的航母目前只有3艘，都不是核动力。美国11艘航母全是核动力，载机数10架。我方航母目前尚没有挑战美国海军的实力。第二就是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，这仅仅是规模而言，并不起决定性作用。
我们只是小型舰艇比美国人多，但是美国人在大型航空母舰、巡洋舰、驱逐舰的数量是远远的超过中国海军的。因此，仅仅拿笼统的拿军舰数量对比，美国海军显得太过不严谨。最后就是这位专家提到的核航母问题，他认为中国第3艘国产航母可能采用的是核动力。不得不说，这位专家实在是想得太过超前了。我国海军航母发展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新型航母还没服役，我们也不熟悉排水量超过8万吨的大型航母其特性，实验数据和核反应堆通通没有，因此距离核这个门槛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。所以印度专家对我方的核动力航母的发展看法过于乐观，中国航母的发展任重道远。